大家好，这支影片来介绍一个命令行工具 DSQ。DSQ 是 Data Station Query 的缩写，它基本上是用来查询资料档的一个工具。它可以让我们透过 SQL 的一个语法来查询 CSV、JSON、Excel 或者是 Apache 的 log 档等等，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资料格式，可以让我们用 SQL 也就是 SQL 的语法来做查询。它完整的所有资源的资料档呢，你可以看这个我在说明栏里面会附上的连结，它有8、9种的资料格式可以来让我们用 SQL 来做查询。那它的安装很简单哦，就是直接到 GitHub 它的 Releases 这个网址呢，直接下载执行档就可以了，它不需要直接安装，你只要把下载好的执行档放到你的可以执行的资料夹里面就可以来做操作了。那下面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它的使用的范例。我们在这一个测试的资料夹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 COVID-19.json， 那这个是在去年大概5、6月时候的一个资料，就是来透过这个 COVID-19.json 来做一个示范。首先我们就是直接用 DSQ， 然后指定我们要使用这一个 JSON 档，然后后面呢基本上就是用双引号，然后在这个双引号里面呢写入 SQL 指令，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要 select 星号 from， 那这个资料表呢就是直接用大括号就可以了，这一个大括号表示的就是我们这个 COVID-19.json的这一个档案。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对这个 JSON 档呢做资料查询了。看它就直接把我们这个里面点 JSON 档里面的内容就整个呈现出来了。那如果说觉得这个内容实在是太多看不清楚的话，可以加上一个参数，就是在 DSQ 的后面呢加上 -pretty， 它就会用表格的格式来呈现它，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比较美观一点了。当然 SQL 我们就可以加上惠尔条件，我要加惠尔，我希望它的死亡数要大于10万，大于10万的资料我才要把它显示出来。那这边它就显示出了，目前就是有这10个呢是大于10万的，那所以它就可以直接对这一个 JSON 格式呢直接做查询，不需要把这个 JSON 的格式或是 CSV 的档案呢汇入到资料库里面才能做 SQL 的查询。那请大家注意，就是它这个 SQL 的语法是使用 SQLite 的语法，那你只要符合它的这个语法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希望看最后的5笔，所以就加上 limit， 它就会呈现出来最后的这5笔了。我们其实是可以用这个 cast 这一个函数来把这个 des， 因为目前这个 des 它的这个栏位的格式它其实是字串的格式，那我们用 cast 把它给变成是数值以后再来做比对，那这样子出现的这个排序应该才会比较正常。把这个 limit 5拿掉，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美国就有出现在这个里面了。然后我们按照死亡数排序嘛，所以它这个美国的死亡数目是排在最大的这个位置来。那如果说各位在查询的时候看到这个中文假设是乱码的话，那你可以注意一下用这个 chcp 这个指令看一下它的字码页，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试着把这个950是繁体中文，你可以把它改变成是65001用 Unicode 的方法来当作是使用的这个内码，简体中文是936，变更的方法是可以这样的 chcp， 假设我用65001把它变成是 Unicode， 然后我们再来显示一次，一样是正确的。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SQL 的语法。我们也可以用输出，我们直接把一个 CSV 的档案呢，把它变成是 JSON 格式。这个方法很简单，我们找一下我们这边有没有一个 CSV 的档案。比如说我们这边是一个 CSV 的档案，只要用 DSQ， 直接第一个参数就是用 CSV 的档名，它自己自动就会变成是一个 JSON 的格式。因此我们 CSV 要转成 JSON 格式很简单呢，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就可以从 CSV 马上产生出一个 text.json 这个档案出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text.json， 它就已经是 JSON 的格式了，所以这个就是从 CSV 直接转变成 JSON 的格式一个很方便的方法。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使用 Excel 直接来做查询。那当然这个 Excel 里面的资料的格式必须是要一个简单的表格的内容才有办法来做查询，必须要是简单的这种行列式的表格才有办法。那我们这个档里面目前有两个工作表，有 Sheet 1跟 Sheet 2。那我们要特别指定说我要从 Sheet 2来抓资料的话，那它的语法就是要这样。我们这个后面这个 SQL在大括号里面呢，要用字串的方法来指定我是要抓这个 Sheet 2，那这个应该是工作表2啦，我们要把这个改成工作表2才可以。
我们来把这一个 Sheet 2改成工作表2，它就会直接取出工作表2的一个内容，看不太清楚它的内容，把它加上 -pretty， 它就可以看到有这个完整的内容。不过我发现它的这个 Excel 似乎有一点问题，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作表2这个退货量这边出现的是332，可是事实上我们这边的退货量是33、44、55，所以这个也许不晓得它哪里发生错误了。好，但是大家知道说我们也可以直接从 Excel 抓资料出来显示这个 DSQ 的语法非常的方便，它同时可以做多档的操作就是说我可以指定第一个资料来源，然后后面这个呢是第二个资料来源。那第一个资料来源它是 CSV 格式，第二个资料源它是 JSON 格式。那这两个呢，我们一样可以用 select 的方法来对它做 SQL 的查询。那它使用的方法就是从0开始，就是第一个呢，它就是用这个大括号0，这个就是属于第一个资料源。那这个大括号1呢，就是第二个资料源。它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做资料的查询。那另外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 Windows 里面因为我们的双引号在外面已经使用到了，那所以你在你的 SQL 里面需要用到双引号的时候呢，你记得要加上一个反斜线，只要有这一个多了这个反斜线呢，它就可以很正常的操作这个 SQL 了。那今天我们就是介绍这个 DSQ 这个 mini 行工具，可以说它非常方便让我们可以直接就针对 CSV 或 JSON 的档案直接做查询。我相信在使用上应该对开发人员有非常大的方便。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 DSQ 这个 mini 行给大家，希望对大家的工作会有一点点的帮助。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